不是我早已料想到结局，而是结局早已注定。来了，魏老板，好久不见啊！陆先生客气了。秘书小姐也在，那一起吧。最近聚士堂派人来庞城的事，陆先生知道吧？我以为我的消息已经够灵通了，没想到魏老板更胜一筹啊！是，而且据说人早就到了，但藏得很好，现在都没查出来。不过，区区济士堂，魏老板不必担心吧？别的倒没什么，只是那批货。啊，欢迎回家。你听说过卫理吗？没错。卫理这人生性多疑，之前派去的人都未能真正接近他，所以这次我们选择了你。你刚从国外回来，人际关系简单，这是优势。而且之前你执行任务都做得很好，组织上也相信你的能力，也是与弥勒斯有关。你的任务是找到弥勒斯存放地点，并将其销毁。祝你马到成功。比起上次的见面，秘书小姐对工作熟悉了许多。魏老板还在怪他之前把红酒洒到你身上？怎么会啊？我只是觉得秘书小姐成长得很快，不愧是陆先生挑中的伶俐人。不过，陆先生竟然只让他做个秘书，岂不是屈才？
不如秘书小姐来我手下做事，我给的可不比陆先生给你的少啊。魏老板还需要从我这里挖人，况且魏老板现在看见的干净利落，都是我一点一点教出来的。至于为什么只让他做个秘书，那是因为有些事由秘书来做更方便，不是吗？所以，魏老板，我是不能让他跟你回去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自然不能强求。我看陆先生现在也没心思再谈下去了，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如果陆先生有什么关于济世堂的消息，记得告诉我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但我提醒你，离魏离远一点。之前魏离也是以同样的理由说能提供更好的机会，我有2个秘书就跟他走了。你知道他们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吗？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，都被魏离扔去喂狗了。不是特别，而是让我省心。饭店内眼线众多，魏离想进一步把眼线安插在我身边，秘书就是最好的位置。而那2个跟着魏离离开的人，原本是想在我身上大捞一笔，他们误把魏离的许诺当真，才落得今天的下场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有时候故意露出一些破绽，反而能得到更好的结果。不过你有些不一样，你留洋归来，在庞城关系简单，不太可能属于庞城其他派别。培养你，让你为我所用，不是一件坏事。所以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秘书小姐，哈哈哈！不，秘书小姐，我是在等你。秘书小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呢也就不跟你拐弯了。刚才我说的那番话，可都是真心的。
你若是帮我办事，我开的价比陆景和高得多。放心，我让秘书小姐办的事并不困难，你只需替我注意陆景和的行程，再向我汇报即可。以你与陆景和的关系，这点小事应该不难吧？这是我的诚意。秘书小姐如果决定了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财务问题，是吗？看着我。我奉劝你，别不识好歹。我倒想问问你是什么意思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我的秘书，清楚我的行程，又怎么会在知道我今天会外出的情况下，来问我财务问题啊？你难道不是想从这些文件中找到些什么？比如我的致命弱点？事实真如你所说，亦或是你从始至终都在骗我？
这局里尔虞我诈，黑白难辨。你究竟是真心向我，还是另有所图？你说的没错，但我并没有说过我一定会回答。你问的那笔账是我特批的，具体原因你不需要再过问了。我有时候真觉得你冷静的不像是普通人。怎么，被我说中了？魏离也是看中了你这一点，才想将你收为己用。已经到这一步了。我小心魏离，不想出事的话，就老老实实待在我身边。上车。白天的事，不知道你的手是不是被我弄疼了，就顺路给你买了点药膏。整个下午，你去哪里了？近期时局动荡，你要小心些。如果没有重要的事，最好不要离开饭店。怎么回事？你没事吧？愣着做什么？冲出去，回饭店！
别担心，我会带你平安回去。我已经让温晨去叫医生了，我先帮你处理一下。你疼的话，可以叫出来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济世堂的人是不是都像你这样，见谁都叫？我诈你的，不过现在看来能够完全确认了。别急嘛，小心伤口。其实我很早就怀疑你的身份了，接近我的人，从不清白无辜。我一开始怀疑你是卫里的人，所以带你去见他，但你的反应告诉我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又去调查你，发现你除了在国外有一段时间无法追溯，其余经历无懈可击。于是我也排除了你来自庞城其他势力的可能。不久后我就得到消息，济世堂派人来了庞城。你已经调查到这一步了。也是，从你察觉到那笔账的时候，我就猜到你会调查了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没错，你调查到的都是事实，一些蛛丝马迹罢了。他原本就担心无法完全掌控我，所以一直想在我身边安插眼线。只不过，暗中调查了许久，卫里都没能找到确切的证据。没错，他按捺不住了，所以我才这么急着出来找你。但你怎么知道是卫里做的？果然瞒不过你。在此之前，卫里曾多次想将弥勒寺推向市场，但都被我暗中阻止了。我还派人去炸毁了一条他的重要运输路线，使他损失了不少货物。总之，这种事我做了不少。卫里虽然怀疑我，但找不到证据，只能作罢。而这次，货的消息也是我传给济世堂的。你看，你因为我的消息来到我身边，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？现在也不晚啊。
除掉卫里不难，但卫里一死，他的势力必定会挑起争端，到那时，局势会更加复杂。其实你要的东西就在卫里的宅子里。你来到庞城的消息走漏后，卫里便将那批货转移了。只不过卫宅看守严密，想溜进去销毁东西，再全身而退，难于登天。怎么眼睛都亮了？想什么呢？这的确是个办法，但风险也很高。你说的对，你很有决断，也很聪明，能和你合作，我很放心。未来的某一天，你一定能够以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，帮助更多的人。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。其实，我早就已经把他人的看法置之度外。说不定哪天我死了，还有不少人拍手叫好。这些我都不在意，毕竟一开始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。只是现在我觉得，有人会记得我所做的一切，也不错。不为人知。有你理解我，足够了。即使前路挚爱难行，也总有一轮孤月相伴。说吧，都是自己人。陆先生，我们的人被袭击了。卫里已经肆无忌惮到这个地步了，看来我们也得尽快除掉他了。如你所说，我们首先要让卫里把人都聚集起来，所以
我需要你做一件事，向卫里出卖我。卫里曾向你抛出橄榄枝，这件事由你来做最合适。这些是我与纪食堂联系的文件，放心，我已经抹去了关键信息，不会暴露纪食堂。但这些就足够证明我传递了情报。所以，你在出卖我之后，要向卫里抛出新的诱饵。你猜，卫里为什么会一直忍到现在才动手啊？没错，所以我的势力就是新的诱饵。你要告诉卫里，除掉我不仅仅是除掉一个心腹大患，更是一个来接受我产业的好机会。而你已经将庞城饭店的运作全然掌握，一旦我倒台，你会亲手向卫里献上这一切。为了让自己名正言顺，卫里一定会将我背叛他的事公之于众。只要你向卫里说明这一点，他就一定会采纳。不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并非对卫里毫无防备。这是我之前去魏宅后凭记忆画下的路线图，整个魏宅侧门的看守最少。抓了我，卫里会放松警惕，到时候我的人就会从侧门突袭，只要等到支援，一切就有转机。而那批货，则被卫里放在这里。不要忘记你来到庞城的任务，这件事，我们都没有选择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我是叛徒？我陆景和是什么人，你们还不清楚啊？人心难测，陆先生，你是什么人，只有你自己清楚。证据呢？魏老板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轻信了？他说是证据，就真是证据。保不齐这些都是他捏造出来陷害我的。当然，秘书小姐的能力，我是极度认可的。
不看了，我对我自己的行踪清楚得很。我想，我的秘书也应该很清楚吧。比起这个，我倒是更想知道魏老板是怎么说动我的秘书，让他来出卖我的。仅仅如此？哼，魏老板，你信吗？早有传闻，济世堂派人来了庞城，我倒是得到了一些消息，说你就是这个人。让他说完。他真想要钱，怎么不直接问我要？毕竟我和他的关系不算生疏吧。多少钱是你魏理给得起，而我陆景和给不起的？陆先生好大的口气！靠出卖我来接近魏老板，济世堂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。不是记恨，而是善意的提醒。是这样吗，魏老板？陆先生，我们不愧是这么多年的合作伙伴，我在想什么，可都是被你看透了。秘书小姐，他说的不错，我也得到了消息说，你和济世堂有关系。为了让你能够更顺利地加入我们，我对你进行了一些小小的调查。哈哈哈哈！好戏，好戏啊！没想到这么精彩。秘书小姐，你揭发叛徒有功，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。我也得到消息说你和济世堂有关系。放心，我魏理绝不会冤枉谁。所以，为了让你能够更顺利地加入我们，我对你进行了一些小小的调查。刚送来的，赶上了好时候，连我都没来得及拆。秘书小姐，就请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念出来，让我们看看你究竟是什么身份。
小心行事罢了。念呀，怎么，现在害怕了？算你有本事，我无话可说。怎么会啊？秘书小姐已经自证清白了，欢迎你加入我们。带陆先生下去，好好招待他。不必了，我自己会走。哎，对陆先生客气点儿。魏礼，今天我落在你的手上，算我识人不清。不过，鹿死谁手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哼，垂死挣扎。还有你。今天你逃脱了，难保他日没有步我后尘的那一天。跟着魏礼，没有好下场。你还想怎样？你好了，这件事我会去查，在查出来之前，所有人就留在这里。
如果是你，你难道不会和我做相同的选择吗？以个人之力改变乱世，无异于蚍蜉撼树。哪怕是一片落叶，都能轻易将我们倾覆。不是我早已料想到结局，而是结局早已注定。但就算我们只是蚍蜉，与其消散在风雨里，或者淹没于天地间，不如奋力一搏，死得其所。对，不值得。所以你要相信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果可以早点遇见你就好了，我们之间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。是这样的，秘书小姐，刚才我的人已经审问了陆景和，不过他什么都没说。我想，或许你有办法从他嘴里挖出些什么。秘书小姐不愿意？请吧，秘书小姐。怎么，你心疼了，还是在愧疚？那开始吧，去叫醒他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意外，我料到了。
倒是很爽快。那我一早就说了，你们找错人了，想从我这里打探消息，徒劳而已。陆景和啊，真把自己当英雄了？你以为庞城会有人感激你？感激？魏林，你当然不会明白，我做这些，从来不是为了让人感激，而是为了让世人知道，即便世道艰辛，满途荆棘，仍然有人会站出来制裁你和你的同类。哪怕前路黑暗，但有人愿意掌灯，而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，这就够了。无人记得我又如何？你以为我在乎吗？我只知道你会被刻在耻辱柱上，100年、1000年，永永远远。陆景和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哼，我有吗？那你还有什么手段？看明白了吗？这才叫审问。我要你对陆景和用刑，以你们曾经的关系，你动手比我动手更令他难受。怎么，现在害怕了？你跟着魏理，以后的脏活多的是。动手吧。陆先生都这么说了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坚持下去。怎么回事？你果然……老板，有人突袭，快走！我没事。我答应你一定会坚持住，我做到了。因为我不喜欢看你愁眉苦脸，想让你开心一点。好了，说正事，不能让魏帝跑了。要是他逃出去，今天的行动功亏一篑。地道有2条路都通往外面，我们必须分头行动。都是皮外伤，不碍事。
走吧，没时间犹豫了。就从这里分开吧，我走右边。是。别担心，我们待会儿见。秘书小姐，不好，一定是卫里想要同归于尽。秘书小姐，请你跟我们出去。抱歉，陆先生交代过，危急时刻必须保护秘书小姐的安全。以个人之力改变乱世，无异于蚍蜉撼树。哪怕是一片落叶，都能轻易将我们倾覆。不是我早已料想到结局，而是结局早已注定。但就算我们只是蚍蜉，与其消散在风雨里，或者淹没于天地间，不如奋力一搏，死得其所。即便世道艰辛，满途荆棘，仍然有人会站出来制裁你和你的同类。哪怕前路黑暗，但有人愿意掌灯，而这样的人不止我一个，这就够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哦，你来了！我今天又在街上买了不少新奇玩意儿，你快来瞧瞧。虽然我不信这些，不过做生意嘛，总是需要讨个好彩头的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
我身上的其他饰品也有一些巧思，你要不要找找看？啊，要是想牵我的手，大可以直说，不必拐弯抹角的找理由。喜欢吗？我也找人给你定制了一套，以后咱俩一块儿走，任谁都知道，都知道我们是一对儿。这是我特地为你买的，你最近总在翻账本，手指一定很干燥吧？都有裂口了。虽然这些裂口现在看上去是没什么，但要是不管不顾，之后整只手都会疼起来。当然了，就这么一小盒，我排了整整2个小时呢。看你的表情很感动吧？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？这么重视我的话呀，那我可得好好想想。就陪我去放一次烟花吧。毕竟以前这个时候我总是在应酬。现在庞城的危机解除了，我也想尝试一下普通的生活。我想了想，看电影、逛街这类的事，我们平常也做，没什么意思。倒是庆祝节日，之前耽搁了。虽然新年已经过去了，但还是想和你一起补过。那就说好了。我们岁岁年年常相守。